大家好，天气不稳定的因素实在非常困扰。虽然说降雨可以降温但是紧接着出大太阳，反而异常闷热，就连放风的拿瓦也只能趴在地上喘。这种天气就只能尽量挑点有趣的事情来做了。眼前这废轮胎在乡下的老屋顶上非常常见主要是用来压住屋檐，避免被台风掀起而闲置的车胎最怕遇到下雨后内部积水，而导致灯隔热的问题。由于车胎的侧面比较薄，有经验的都知道一划破就很难补救虽然说用美工刀就可以切开，但美工刀比较薄，感觉过度施力会比较危险才尝试用除草的刀具进行切开打算切开车胎，将闲置很久的车胎处理掉，用途则是拿来改造成花盆使用。虽然事后再上漆可以再增加美观但是避免脱漆现象发生后又再次对环境造成影响。目前是不打算再进行上漆，而直接使用。切开过程中只需要切开单面即可，过程比想象中顺利一次切了3个轮胎，原以为就够用了，整只灵光乍现3个车胎在不同用途上一下就用光了。晒干后前置作业就算完成。眼前这一盆邻居给的9重葛，经过换盆后已经重新恢复生机，又开始开花了。而这一盆则因为摆放太久没搬走，邻居等不了，直接搬到菜园去了。事前过去查看时，发现就倒在菜园一角。由于这阵子时常下雨，才得以维持住生机在搬运回来前，还特地带了大剪刀过去想说先进行修剪，也方便搬运顺道还可以将对方整理得很好的菜园拍摄一下。只是过去时，对方正好在菜园里，直接就抱上车，也就不好意思再做修剪与拍摄了。而这一株配合车胎，要采用半地质的方式有了换盆成功的经验，这一株应该会更为简单顺利由于这本来是种在邻居家门口，空间比较小，通常花盆枝条会去拉扯塑造造型这与个人崇尚自然发展性产生冲突打掉重练成了修剪的原则除了让枝条重新生长的空间，等一下进行换盆移植时，也会比较方便抓取出来。毕竟这株算是比较大棵枝叶又纠缠不清，光要重新解开，再重新塑形，就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另外进行修剪，也有促进分茎长出的速度而有件事还不错这株是四面生长，四面都留有茎条，可以省去补茎生长的时间由于这株9重葛打算采用半地质的方式，生长的目标高度约180到200公分不靠支撑，茎就得长出一点这也是一开始就修掉大部分，重新生长的原因。而要维持现在开花的状态，分茎的位置不仅留下叶片，还留下了开花枝好处是更容易判断移植后的生长状态。接下来就是种植的位置了。这位置旁有个排水沟之外，四周其实都是水泥地水泥地的缺口，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种植槟榔树槟榔树不再种植后，就成了容易长草的位置曾经想过是否要用水泥补起来，解决长草的问题只是这位置会产生很多的引粪算是整个院子上比较大的气孔。
曾经尝试用来种花，只是土壤很容易往下流啊，一没照料又是杂草一堆啊。经过尝试加大气孔的位置，可以发现这下方有不少的中小石头啊。估计这院子以前铺设的石头与水泥大概约有10几公分厚啊，只有办法挖起底下的部分石头，表面的水泥粘成一片，就没有进行打掉啊。事后要塞土壤进去，就出现了一点麻烦。经过从侧边挤压花盆，取出植株时呢，可以发现土壤非常干之外，土壤也已经都硬化。这在平常时还算合理啊，但是每天都在下雨，既然干成这样，土壤硬化的程度还得用敲的，才有办法将土壤与根系敲开啊。这是种植在花盆长时间后常见的问题。影片后面会顺道将这个问题解决掉，而它的很多根系已经干掉，更可见九重葛生命力的强悍了。这株长到这么大，本来就很适合换盆了。在这么小的花盆里，底根早就缠绕得非常严重。为了方便移植，顺道先将缠绕干掉的根拉掉。由上往下拉的过程，也是在进行理根啊。理完根之后，由于此处四周都是水泥，地势也比较低，就继续修剪底根，而不采用伸直的方式啊，就让它自行长根与换根。调整好底根与种植深度后，直接摆着就可以直接自己乖乖立正站好了。而这意味着刚才修剪茎条时，不同方向的茎条重量有达到平衡啊。遇到强风时，比较不需要只靠根系与强风对抗。接着在进行覆土前，多做一个解决花盆常遇到的问题。花盆经过时常浇水后，土壤会产生硬化板结的现象，此时浇再多的水也会很容易从盆壁流掉。现在的做法是拿水管预留埋入碳柱的方式啊，这种方法是用来救治老树，当根长太深时，土壤的含水层水量太少，或是浇下去的水很难穿透到深层啊。尤其是现在地下水位下陷得很严重，要自然吃到水也会变得相对不容易啊。有水管用水管会比较好，这样后续可以直接往水管内放置碳块，尤其是生物炭更好。碳的特性是可以调节水分与肥分啊，量太多则吸收，不足时则会释放。因为有锁水锁肥的效果，因此采用生物炭会更好。至于另外2根先用甘蔗替代呢，等土壤固化有了生物炭再一起换掉也行啊。毕竟九重葛生命力很强，倒是不急。另外有个小细节，在进行覆土的时候，比较肥沃的土壤摆在底层啊，除了让根系可以快速吸收到养分，也有诱发根系往下探的效果。原本花盆里的土壤摆放在最上层啊，挡日照外呢，也可以方便重新养土。最后浇水时可以看到轮胎的效用。因为轮胎底层并没有切开，这样会有承接水分的能力之外，因为土壤重量使然，也可以让外围更紧贴地面而避免土壤往外流失。这些是目前看到的好处了。接下来的这个意外，则是水泥地板下挖起了几块石头，土壤不方便塞进去造成的土壤下陷不过这问题不大，只需要再补点土，有水有土，给点时间，
就会自动填平了。最后轮胎再利用的感觉好或不好，觉得好又方便的话，就帮忙按个赞吧。一直有个疑问，从后台中可以发现，明明有不少的观众是属于小有年纪这个族群不是很会，也很喜欢在 Facebook 上按赞吗？在 YouTube 平台时，却会不知道或是不习惯按赞，是因为按赞没有署名的原因吗？问题是这里也可以留言留言的时候就可以让自己浮出水面了。经过2天雨水的洗礼后，院子的水泥地板自动清洗得很干净，而这株九重葛2天就可以长出嫩叶与持续开出小花，算是很厉害。最后觉得九重葛厉害的请加1，觉得轮胎厉害的请加2来进行留言。加3的话，其他类比较麻烦，还得自己说明原因个人选择加3，原因是您非常厉害的完整看完了影片，谢谢收看。